你们是明日香派、真希我是波派凌，波林派，我也是凌波林派，可是我的内内是真希波派。可以这样子分。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玩具》，我是雾。我是千豪，我是23。2024年呢，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跟各位玩具人来介绍一下2024可以入手的玩具。那我们这次有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想说在这个新的一年介绍给各位玩具人，不要让玩具人都错过了。那我第一个要介绍的呢，是由我们好微笑 Good Smile Company 所推出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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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Peg 企鹅家族的这个盒玩，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去看那个企鹅家族展，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就是很早期的算是偶动画的系列。那这次这个好微笑推出的这个企鹅家族呢，总共是有6款，里面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造型，就是像是有摸屁股哭泣的啊，还有生气的，然后还有嘴巴变得像喇叭状的那个经典的样貌，都有把它还原。喜欢企鹅家族的玩具人们，可以好好注意一下这个新推出的盒玩的商品。我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可动人偶，日本玩具厂牌海洋堂旗下的 Amazing Yamaguchi 的超可动蝙蝠侠阿卡和骑士版本。Amazing Yamaguchi 其实算是第2次推出这个蝙蝠侠，因为之前的蝙蝠侠真的是蛮久以前的。那这次呢是以阿卡和骑士的游戏的造型去推出新的蝙蝠侠。这一次最不一样的地方，自己觉得是它体态的肌肉感变得非常的重，而且它披风是用布料去缝制，然后里面有内置铁线，所以披风的自由度依旧是很高，然后整体的体态上的表现也非常的好。因为之前的蝙蝠侠呢，披风是那种一片一片，然后有很多关节，你在把玩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的新手友善，你要很有把玩经验的人才可以摆得很帅。这一次的话，我自己是觉得算是一个海洋堂制作技术的集大成，因为它造型总指挥是由山口胜久老师，原型部分是由于诗颖的负责操刀，那披风的话就是由我们的卡组长，他缝制了很多近期海洋堂出的角色披风，我自己觉得呢，算是一种多方高手齐聚一堂，然后把他们最新的制作技术全部都应用在这个蝙蝠侠上面，众星云集展现出来的感觉。对，因为之前也有阿卡和骑士嘛，他就可以2个人在线激斗场面，相当的帅，而且我应该是会买。接下来换我的话呢，我要推荐的是吉普力工作室的专卖店巷子共和国所推出的真的会移动的霍尔的移动城堡。因为霍尔的移动城堡，它的结构整个就是很复杂，一个复合式的结成一个大城堡的一个怪怪的造型。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会走路，因为之前推出的都是雕像比较多，那它可能在它的造型上面有很多细节的刻画，但是这一次它就是除了有那些满满的细节之外，它还真的会移动。我对这种真的可以怎么样的东西，真的可以录音，真的可以玩，对，应该说真的可以玩啦，都会很受不了。它这次的移动呢，有真的还原它剧中走路的时候会歪歪扭扭的那种。它做了不同的分段，比如说上面的烟囱啊，会随着下面的脚的移动有不同的晃动，营造出那种有点笨重，然后有点古怪、歪七扭八的爬行的方式。而且它嘴巴里面的那个卡西法还会亮，它的分量也是蛮大的，所以你摆在地上，它就真的像一个小城堡，这个我也真的很想买。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 Mega House 所推出的新系列 Kuchirama DX 航海王为主题的全系列鲁夫再度发表的新作 Rebirth 鲁夫 Special， 它就是把鲁夫1到5档的造型全部做成了一个15公分大小的雕像。那看到官图的时候呢，除了中间是我们鲁夫之外呢，它在旁边围绕的那个霸气，从2档、3档到4档，然后到最后5档鲁夫的造型都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5档鲁夫的造型是做眼睛凸出来的样子，那个立体感、放大缩小的眼睛做得非常非常的真实，15公分的大小绝对是不占空间的，推荐给各位玩具人。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海洋堂的，可是它是另外一个系列，是海洋堂跟原型鬼才竹谷隆之大师携手合作的塔克亚式自在之物风之谷的主题商品，多鲁美奇亚的突击兵跟多鲁美奇亚的船舶兵。塔克亚式自在之物这个风之谷的主题商品算是行之有年的一个超人系列，从大家最熟知的像王虫啊，然后大王蜻蜓这类昆虫的之外，其实它在人形角色这几年真的可以说是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你会没有料到它可以出到这么多冷门的角色，因为像一开始的多鲁美奇亚装甲兵、亲王的禁卫队就变成说是银色跟金色的，然后后面还有跟多鲁美奇亚算是敌对阵营的土鬼兵，然后有2种。这一次呢，阵营回
到多鲁美奇亚，然后是突击兵跟船舶兵，因为这两个的话，在动画里面算是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兵种，他们比较算是一般士兵，就跟那种装甲兵很华丽的造型不太一样，比较小兵。可是它因为很多嘛，有点像是说，男人就要开量产机这种，就是我们要收小兵的一样的感觉，你可以多收一点，然后来组军队，我觉得都蛮棒。这两支的特色呢，基本上就是他们在依照动画的色彩去制作的同时，再把漫画的细节重新注入，所以变成说它在整体的造型上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刻画。然后在可动的部分呢，一样是维持了这一系列还不错的可动的范围，可以摆出很多很生动的造型。这个也买的话，就可以跟之前的装甲兵一起搭配。接下来我要介绍海洋堂场景模型新超人力霸王浅见红子分析官，是长泽雅美吗？没错，因为在超人力霸王里面，除了有那些力霸王跟怪兽打斗的激烈场景之外，还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的浅见分析官巨大化。这次海洋堂就是以那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把它立体化，还原那个长泽雅美穿着OL装，然后被控制了眼神空洞，但是还是很漂亮的这个造型。然后旁边呢就有设计了一栋那个大楼，对比出它的巨大尺寸。虽然它的这个场景是只有23公分高，可是它就是利用大楼的对比来凸显它的人物很大。在这个消息释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天才了吧！毕竟这力霸王市面上蛮多的，但是长泽雅美呢，可能就只有这一款。长泽雅美不好收。那我接下来要介绍也是算是比较大的东西哦，那也是由我们的 Good Smile Company Pop Up Parade 所推出的福音战士新剧场版凌波林 XL Size， 这是我们的长发凌波林，总共有40公分高。那因为这个凌波林的 size 比例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它的长发造型呢又是在福音战士新剧场版中的这个造型，那它在整个头发表现的细腻度呢非常非常的细致，尤其是在这个驾驶服上面，它是采用一种有点反光的这个涂装，整体看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精致。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瞬间又有一种恋爱的感觉。我们是明日香派、珍稀波派，我也是凌波林派，可是我的内内是珍稀波派，可以这样子分，头是一个派，身体一个派，内内一个派，肚子在一个派，脚在一个派。没有啊，它整体是凌波林，然后内是。那我要推荐第3个呢，就是由 Good Smile Company 超人气商品粘土人推出的，就是派大星。粘土人之前推出过海绵宝宝了，如果你有买海绵宝宝，就一定要买，因为粘土人通常是就是他用比较低头身的 Q 版比例去诠释角色，但这个派大星跟海绵宝宝都没有重新诠释。派大星这次的卖点呢，基本上就是他有一个普通的表情，跟他一个就有时候看有点欠揍的那个得意脸，跟一个他跟海绵宝宝有时候会一起反章鱼哥的那种眼睛很闪亮的脸，头上尖尖的那个造型。然后到身体有点胖胖的，整个圆润感都做得很好。因为他手上还有拿就是2个美味蟹堡的那种替换装，整个就是很可爱。所以呢，我们之后就希望他可以再推出章鱼哥一定要，因为我们可以烦他。所以就是我觉得粘土人的派大星真的也是一定可以买。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同样也是福音战士系列，它就是日本的 Hobby Max 所推出的米35福音战士系列，这就要娓娓道来了。因为福音战士真的是广受全球欢迎嘛，那它有一个品牌叫做 Radio Eva， 然后就是把福音战士的元素做到服饰周边，然后都做得很潮很帅。看它的衣服设计啊，它的配件啊什么的，都是走那种质感潮路线的。Radio Eva 呢，就是实在是太潮了，所以呢，他们就在他们的10周年找了日本的人气绘师米山武老师，然后就绘制了一个10周年的纪念插画，那就是让里面的角色真嗣、凌波林、明日香、珍稀波还有薰都穿上了他们品牌服饰，然后这个插画推出之后爆红，觉得这个太帅了吧，太潮了吧！他们穿那种很时髦的服装，然后呢就推出模型玩具了。所以呢，你可以买到他们角色身上真的穿的那些商品，都是有推出的，然后有穿回角色身上，再做成商品卖给你们。它就是一个永动机。第一弹推出之后呢，就广受欢迎，因为它真的是设计的非常漂亮，然后米山武老师插画的风格把它重新诠释的，就是很棒。它每一款呢都会推出双色，一个是彩色版本，一个是它插画里面有点灰阶的造型，两种都非常的抢手。在这之后，这个系列呢就会巧立名目，巧立名目，一下什么涩谷店1周年，然后哪里的几周年什么的，不断的涌动，对，就一直推出全新的插画。然后我要介绍的这个呢，已经是它的第3弹。然后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系列之前没有机会跟玩具人好好的介绍，2024年推出的新系列，从第3弹开始收，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不要回去追那个太高的，你从第3弹开始追也是很 OK 的。我跟你讲，那个老师是不是尝到什么甜头了呢？Oh my god！
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 Banpresto 所推出的这个超级特种部队基纽特战队 Howling Age Walk 的出阵。它除了基纽特战队非常有趣的这个尾页漫画最后一页的造型，那个造型呢，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每个人的造型就是有一点搞笑的那种感觉。跟各位玩具人推荐这组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之前 SHF 推出的时候掀起了一个热潮啊，可是现在 SHF 的基纽特战队呢，可以说是那个价钱，你没有个1万多块，你是买不回去的。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怨念物。我觉得它的造型做得非常的赞，因为它是红色的嘛，在细节上的呈现也做得非常的好。可以把这5只全部摆在一起，就会令人会心一笑。因为毕竟这次的这个动作是比较搞怪一点的，因为之前是有出过 HG 的嘛，那也有出过一番赏，所以我推荐给各位之前可能没有收过基纽特战队的玩具人，绝对可以收这一套。那接下来轮到我的第4个，有 Bandai Spirit 收藏玩具事业部 Tamashii Nations 旗下的超人气可动品牌 SH Figure Arts 推出了来啦5档鲁夫。5档鲁夫真的算是一个，它造就了玩具的更多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 SHF 可动人偶关节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就大同小异嘛。可是呢，它这次直接呢是用一个包浆的形式，然后里面是用铁丝。因为我目前自己也觉得说，铁丝的这种形式虽然把玩上可能会稍显有一点点疑虑，你可能怕会破或者什么。我自己觉得是在兼具可动跟5档这个能力的前提之下做出的一个最佳解。它这个鲁夫呢，它同时又附上了很多很搞怪的表情，所以你只要有这个5档鲁夫呢，就可以玩出很多种的造型。如果之前你还有收藏鬼岛鲁夫的可动人偶的话，你可以把里面其中一个替换表情，就是鲁夫那个头发蒙住眼睛在笑的那个表情，换到那个鬼岛鲁夫上面。里面除了替换的表情很丰富之外，它有2个伸长的替换手，还有它有附上雷电的特效。其实鲁夫变成5档之后，他用雷电攻击别人，算是一个蛮意想不到的手段。所以我觉得5档鲁夫是一个蛮值得买回去，然后体验看看这种新技术跟新角色的结合。那在这里就推荐给大家。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日本的模型厂商秋冬精工 Zudo 所推出的1:1芝麻球组装模型。Zudo 这个厂商呢，它之前就是有推出一些比较搞怪的，像是一般的握寿司之外，也是推出那个军舰寿司，已经把它的饭都煮好了，它再用海苔把它包起来，如此丧心病狂的商品都敢推出。那它在这之后呢，它在有所突破的就是芝麻球组装模型。然后它这次推出的芝麻球呢，它就是主打有900颗以上的芝麻。你如果是一个组装模型的达人的话，你一定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芝麻上面有那个汤口，每个都有活啊！它的特色是它除了那个芝麻真的造型很还原之外，不是芝麻造型要怎么不还原呢？放在桌上那个真芝麻假芝麻真的是搞不好分不出来，好不好？有一个算是小巧思，它里面其实有设计包在芝麻球里面的红豆馅，但是呢，一样你把芝麻球盖上去之后，你红豆馅是看不到的。你就组装的人自己知道那颗芝麻球里面曾经包红豆馅的这个动作，也拆不开，拆不开了。我自己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组装模型，它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困难，适合各种阶段的玩家都可以。我觉得可以办一个芝麻球大赛。这个东西组起来虽然没什么用，但是呢，组装过程最重要，好不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玩具呢，也是由我们的 Bandai Spirit 万代收藏玩具事业部所推出的葬送的福利连，同时介绍 SHF 的费伦。请问你是福利连派还是费伦派？当然是福利连派。请问你是福利连派还是费伦派？新梅尔派。你是老新梅尔当然是年轻的。那我是老的新梅尔，我也是，因为我觉得看在里面嘛，大家都变老了，只是变老而已。可是新梅尔变老是整个妈变得矮了，他够丢太多了吧？他直接比艾兰还矮哎！人的身体结构是可以这样子的吗？那这个费伦跟福利莲呢，就是都有附上，我觉得算是非常可爱的表情，像我们的福利莲睡眼惺忪的那个表情，有附上这个可换脸，然后也有附上我们费伦生气的时候一个嘴巴鼓起来的那种感觉。这个表情真的不是随便的人能做的。这2个表情呢都有附，也有附上了他们的魔杖。福利莲呢还有附上那个魔法阵的特效键。虽然说配件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觉得这2只这么婆的角色，如果都收集起来的话，绝对是会让人家非
非常开心的吧，蛮推荐给各位玩具的。我最后一个呢要带来的就是编号31147的乐高新品复古相机 Retro Camera。乐高的这个专拼相机的这个题材，在很多很厉害的乐高迷之间，已经算是一个行之有年的热门的主题。因为乐高一直没出嘛，然后其实很多很厉害的人都会做出各种尺寸的乐高的相机，不管是很逼真的造型，或者是你可以带着走，或者是它真的可以功能作用的，都有人在创作。那这一次这个在乐高创意系列的这个复古相机这个版本呢，它总共零件数大概261片，261片里面呢有一些是它拿去拼底片。这个相机基本上它镜头的组成的话，应该会是比方说透明的零件去加上那种科技的轮圈的零件，构成一个镜头，觉得很漂亮。相机的本体大概是250片，就等于说你可以在250片的这个零件数里面拼出一个手拿起来应该就是跟一般那种小的数位相机差不多。它的底片的后面的那个盖子可以掀开，然后把我刚提到的专拼底片放进去。它旁边还有一个软质胶片的手绳。这一组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蛮值得一提的点，就是它的底片的组成应该会是透明件加上贴纸去构成。你可以把底片放到相机里面，或者是你在变成录影机模式的时候，你可以把荧幕翻开，然后看到上面的图案。这个乐高的相机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常年想要的一个题材，终于被官方商品化的一个感动。那它除了相机之外，还可以拼成一个录影机跟复古电视。我觉得那个电视其实有一点点可以说是复古科技感，就是整体来说算是蛮有趣的设计巧思在里面。既然提到了相机，不免俗的我又要加码另外一个乐高，就是我们 IDEAS 系列编号21345的宝丽来 One Step XX70，就是它是一个助人投稿之后顺利商品化的一个乐高的产品。当初这个商品它在原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机身旁边有加一个类似手把，然后转了之后，它应该是里面的底片会滑出来。它在整体的外观设计基本上就是没话说。这是官方的，你可以从包装盒上面的一些说明看到一些图示，它可能是按一下那个按键，然后底片就可以滑出来。我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类似卡榫的结构，你按下去就可以开通那个通道，所以这也是它可能零件数比原案的设计少的一个原因，因为机关可能相对来说是不一样的机构，所以乐高就利用着这个优势，它把剩下的零件拿去做成装底片的那个很经典的彩色的盒子。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跟那个相机要一起买，之前都不出，这次都出2个，算是很厉害了。这2个呢，就是我最后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乐高商品。那我最后要推荐的呢，就是香港的玩具品牌 Stone Creative 所推出的1/12可动人偶辣的男人笨马勇次郎，世界最强的男人。他们之前呢就有推出刃牙的第一弹商品，就是我们的刃牙嘛，然后它推出之后真的是广受到好评，制作水准算是很高品质，它的肌肉用了比较软的材质去呈现，就它的大泥泥摸起来是有点弹性的那种，然后再加上它的可动跟它的造型真的都是太厉害了。它先前推出的刃牙呢，真的有在制作的技术上面去克服了它这些刁钻的动作都可以做到，掀起了一股这个购买潮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刃牙这部作品，它就是以那种很夸张的大肌肉，然后夸张的招式、夸张的表情，就是各种夸张去构成的一部格斗漫画。没错。接下来要推出的这个笨马勇次郎，我个人是相当期待。那在它的官图上面呢，它就是还原了它的非常粗壮的大肌肉，还有它背后的鬼面啊的那些肌肉线条，那已经不是人类了，它都有把它去还原。因为它如果身体要做这么大的肌肉，那它的重心一定要够稳。但是因为它在先前的刃牙已经克服了这一点，所以我相信这次的勇次郎也会非常厉害。除此之外，它这次就是使用了布制的衣服，去让它的可动关节不要受到影响。大家最期待的可脱，你就可以把它自由穿搭嘛，露出上半身肌肉，然后穿着那个裤子，或是连裤子都脱，就有一个小三角裤的那个造型也都可以还原。再加上它就这次附了4款非常厉害的表情，我觉得这次是做的相当生动。然后呢，它的动作也是可以做到那种一字形高踢腿，或者是那种高举双臂，肩膀的关节也是有做那种可以拉伸的，所以就是各种很张牙舞爪的动作，我都非常期待，到时候有机会可以把玩，应该算是可玩性很高的一款商品。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了，在2024年，我们目前有在关注的玩具，自己也蛮喜欢的，希望可以很想买，希望可以推荐给各位玩具人。那如果各位玩具人有什么想在2024年买的玩具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的幕后花絮。那玩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如果这样子，对，我刚刚也是只能点那个男人，三角龙卷，三角龙卷，它很狼群的，它最强是蟑螂吧，最后是蟑螂，蟑螂是那个超快的，油腻蟑螂。